贤妃的身子也好了，这就该出来了。皇帝终于等到放如意出来的时候了。是啊，那天皇上从冷宫出来，就迫不及待地来找太后了。当年如意背了2个皇嗣的命，皇帝本来就有疑心。如今如意几次遇险，害贵人又再中诛杀之毒，无疑更向众人说明如意冤屈。皇帝如何还能再等下去？听皇上的口气，会再彻查当年之事，太后觉得会如何？皇帝去查，谁下过黑手，谁栽过赃，能真相大白，自然是好的。只怕是有的人坐不住了。奴才给贤妃娘娘请安。起来吧。奴才恭迎贤妃娘娘回翊坤宫。翊坤宫是，皇上说翊坤宫是一早便属翊贤妃娘娘主位的宫室，如今都已收拾妥当，就等贤妃娘娘回宫了。李煜，我来的时候是你送的我，如今回去了，也是你接我，多谢了。娘娘可别这么说，奴才是真心替娘娘高兴啊！3年了，娘娘受苦了。贤妃娘娘，伺候您梳妆更衣的2位嬷嬷，是皇上跟前儿积年的老嬷嬷。赵嬷嬷最会梳头，这位是玉壶姑姑，在皇上跟前儿贴身当差。玉壶姑姑，贤妃娘娘客气了。那，请贤妃娘娘换上吉服。吉服太过于隆重了，本宫还是穿便服回去即可。皇上也这么想，但是又怕便服过于肃静，所以2套都备上了。那，就请2位嬷嬷给贤妃娘娘梳妆更衣，奴才们在外候着。好。贤妃娘娘请。给皇上请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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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送皇上，皇上万岁。贤妃娘娘，请上轿。既然是走着来的，咱们也走着回去吧。恭送贤妃娘娘。贤妃娘娘，翊坤宫是往这边走。我想去陈楼那儿走走。是。
嘿，没想到这辈子还能看见有人从冷宫里走出去。哼，凌云这好眼光啊，当年救了他2回，如今是逢上贵人了。晚上请喝酒啊！走，包圆，等着晚上喝酒。让他们都先别跟着。是。主儿，您可算是回来了，奴才给您磕头了。起来。贤妃娘娘进里头瞧瞧吧，里头的陈设都是按照您的喜好摆的。这里面的人，奴才挑了一些昔日延禧宫忠心的旧人，凡是新拨来翊坤宫的，奴才都查了他们祖宗3代，底儿都是干净的。贤妃娘娘一路辛苦了，西暖阁中已经备好了糕点，您先用着。素心，行了，都起来吧。可算出来了。那这个给你带上。哎呀，这个绒花你还留着呢？好吧，谢谢你的好意头。哎，皇上在里头呢。如意，快起来！你回来了。皇上的口气，就好像臣妾去了趟御花园，散散心便回来了。朕这么说的意思，
是仿佛你一直在朕的身边，从未离去过。来，朕知道你受委屈了。皇上知道臣妾委屈，却还是将臣妾送入了冷宫。朕才登基几年，内有太后和后妃，他们都是有家室的；外有老臣，与他们盘根错节。且当时，事关2位皇嗣，每个人每件事，都指向你。如果朕执意将你留在身边，不做任何处置，前朝和后宫的人，都会要朕给一个交代的。所以皇上只能如此处置臣妾。即便是对臣妾的冤屈有所疑心，皇上也只能这么做。比起前朝和后宫的安定，臣妾是可以牺牲的那一个。如意，朕是皇帝，朕坐拥天下，可还是会遇到重重的掣肘，还有无奈。且皇额娘说了，要暂时将你废弃，才能够断了那些人要继续害你的念头。后来如何呢？皇上自己也看见了。后来朕才知道，将你留在身边，才最为安全，最为稳妥。如意啊，朕是真的害怕，怕你焚身火中，怕你死在砒霜之下，所以无论如何，也要让你回来，留在朕的身边。你手上的冻疮，朕那日就看见了。朕准备了宫里面最好的治冻疮的药，朕替你擦擦。来，坐。这不该是皇上做的。朕愿意。谢皇上。朕想着，为了迎你出来，特地为你准备了一份礼物。李煜啊，瞧瞧。如今这时节，怎么会有绿梅花苞？有些脂粉香，并不是全然的绿梅香味儿。疏疏帘幕映娉婷，初试小妆新。皇上，这是给臣妾添新妆的。朕知道你喜欢绿梅，所以特地制了这绿梅粉，专供你使用。绿梅粉，贤妃娘娘，这绿梅粉怎么制？那可是皇上亲自研磨的。为了这个，皇上可谓是费尽心思，迷尽珍宝，
最后才定下用密陀僧、白檀、冰片各1钱，又以当季开得最盛的白莲蕊、白蜀葵、山奈、赌糯香研制绝洗，或以珍珠末、蛋清为粉，再请宫中手最巧的宫女折来新鲜饱满的绿梅花苞，用这粉小心灌入花苞内，用线扎齐花尖，密封于花房之内蒸熟，浸至玛瑙盒内足月，才得以如此花香沁粉，能令面容莹似白眉凝雪。娘娘，皇上一直惦着您在冷宫里容颜憔悴，盼着您能早日红颜如昨呀。索心，怎么哭了？这可算是熬出来了。是啊，绒花怎么不带上？以后我自己把它带上。皇上仿的是明熹宗懿安皇后的玉簪香粉法，只是赌糯香名贵，千金难求，用它做敷面的香粉，臣妾高兴却也心惊。若是让旁人知道了，不知道又会惹出什么样的是非。再名贵的材料，也比不上朕的心意。你只要记得朕的心意，其余的你什么都不用管。臣妾谢皇上的心意。只是对臣妾而言，最贵重的不是这些身外化物，而是在绝境里，皇上不会放开臣妾的那双手。朕的手一直都在，你放心，如懿，从今以后，朕绝不会让你再陷入绝境里，相信朕。皇上，臣妾想求皇上一个恩典。你说。冷宫的侍卫凌云彻对臣妾有救命之恩，还想请皇上调他出冷宫，寻一个好去处。那是当然的，朕会叫玉护去办。臣妾替凌云彻多谢皇上。可心，永皇呢？大阿哥还没下学呢。啊，听说今儿个是贤妃回宫的日子，大阿哥可高兴了，嚷嚷着下了学就要跟着您一块儿去看望贤妃呢。那也正常，毕竟贤妃抚养过大阿哥那么多年。哟，姐姐也要是去翊坤宫吧？正是，请姐姐安。嘉嫔妹妹怎么来了？本打算着也去翊坤宫请个安，道个喜，谁知道才刚到就碰到皇上出来，说贤妃要歇着，不许人打扰。这不，热脸贴了人家冷屁股，所以才灰溜溜的来您这儿讨口茶喝。那妹妹进来说话吧。其实呀，妹妹定是误会了，贤妃不是有那么大架子的人。那是从前，如今可不一样了。哎，姐姐，大阿哥呢？啊，大阿哥还没下学呢。啊，妹妹坐吧。好。哎呀，姐姐，虽说这几年这大阿哥是您抚养的，可从前他是跟着贤妃的。如今这贤妃回来了，您打算就这么把这半大儿子还给他呀？那不能吧？这些年我照顾永皇，也未曾有过差池。要是说还给贤妃就还给贤妃，旁人还以为是我苛待了永皇呢。也是，姐姐封妃不只是因为有生三阿哥的功劳，还有抚养大阿哥的苦劳。为着您有2位皇子，您是妃位之首，咱们都服气。可若是这大阿哥被要了回去，那可就不一样了。姐姐，这大阿哥可是长子。这中宫的嫡子没出世之前，这长子可是最金贵的。